上一期已经教大伙儿怎么确定损坏的监控位置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始维修了。我往期维修监控都是必须要找到它的交换机，但是这次我没有选择找它交换机，因为在这之前我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些监控都是通过分离器方式供电的。我进来一看，它的红外灯是亮的，那么应该不是交换机问题了，所以我没必要去找它。还好来之前我让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分离器，没有的话恐怕是修不好了。值得注意的是，分离器还分48伏和24伏。我先拿48伏的分离器试一试，接上去显然不亮。为什么我会直接选择48伏的分离器呢？主要怕那个监控它是48伏的，我直接接24伏的话，就怕那个设备把它给烧了。接上48伏后，看见灯没亮，那么交换机应该是24伏的。我重新换上一条24伏的分离器，一接上去果然亮了。再回到机房看看它有没有画面，我进到机房一看，丢失的画面果然出现了，这样200块钱就到手了。这样就200，哎呀，大哥，你这钱赚的也太容易了吧？这不还有好几个200等的吗？我于是又来到了草料间，对比一下镜头，应该是他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让实习生去监控室再次确认一下。然后你去那个监控室看一下，然后我继续打你电话，看他能看到他不？然后你就在那里一直等我就行了。修好了，你看到画面了就跟我说。你看得到我这个画面不？看到了。啊？看到了。你看得到我啊？你看到我的手掌啊？看到了。那这正常的。那还得找这个摄像头不对了。原为200块钱又到手了，没想到搞错了监控。我回到监控室调取监控才发现，这2个监控的名称备注是一样的，难怪搞错了。好，2个名字一样。调14的摄像头先。但是奇怪的是，我翻这个监控的录像，翻了好几个月，它压根就没有任何回放。既然是同一个名字，那么肯定是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只能用传统的办法找监控了。我估计这个是应该我们上机子这个。等一下吧，我拿东西来抡，这样你看能看得到不？我打你电话。这个你看得到不？看到了。那我那个竹子你看得到是不？那我再找一下，其他摄像头。我这边指的这摄像头你看得到不？别呢。那个就看不到了。看不到是不？我靠，爬上去有的玩了，这能爬不？等一下，这怎么爬？现在看得到不？看不到啊。啊？看不到。再确认一下，看不到是不？看不到了。哦，都凉了，摄像头都凉了。就是这个办法，果然找到你了。这个摄像头也有一个分离器，我先把分离器给换了，以为200块钱又到手了，结果发现这个监控还是不亮。我用手盖住它，看看能不能出红外来，结果愣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只能用测线仪来试下这条网线，接上去发现它压根就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反应。我只能通过循线来找这条线的通向位置了。
但是我到了交换机这边，怎么也测不到他的任何信号，我只能通过他的线走向一路测过去。这条线在里面都断到这里了，发现这条线到这里就断了，没法子，只能接线了。话说大伙有没有觉得一个奇怪之处？这个监控我调取了好几个月的回放，压根就没有任何录像，而且这个网线莫名其妙的就断了。别急，后面我会慢慢说这个原因。接完线后，监控果然亮了，但是那边一直说看不到信号。那等一下，它红外刚亮。都这么久了，还没看到啊？呀，看不到我人是不？站了许久，他也说没有看到画面。我回到机房一看，果然还是没有信号进来。没办法，只能用测线仪来测下网线了。发现这网线8星断了2星，我只能上去拆它的弱电箱，找到它交换机了。结果拆了第一个弱电箱，发现只有一个光纤收发器和一个普通交换机，那么这个交易交换机居然不在里面。我于是发现不远处居然还有一个弱电箱，上面还有个交换机。当拆开弱电箱，看到这个电源适配器和4星打法的时候，我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种解法我有点不太明白。既然有了 PoE 交换机，那么又有了分离器，为啥还要抽出4星来接12伏的电源适配器上？于是我就修改了它的供电方式，分离器就取消了，4星打1236当数据，2星一个当正一个当负。看着摄像头亮了，原以为这样就正常了，但是那边的交换机还是显示没有数据。我测心仪在测试1236的时候，发现它是正常的，但是数据就是不同，都怪当初贪图便宜，买了一个测的不是那么准的巡线仪。无奈我只能说重新布一条网线才行了，但是这么远的距离，这200块钱明显是不够啊！我只能给摄像头这边打一个水银头，再去断点的那个地方再打一个水银头，测一测，看一下这一段距离有没有断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最大化利用嘛。国家不是教导我们拒绝浪费吗？果然这段距离是正常的，那么只要在这里接一小段网线过去就可以搞定了。就这样，水银头掉地上那个拿，别浪费啊，拿那个给我就行了。我就这样接了一小段网线过去后，这个监控画面就开始运行正常了。哎呀妈呀，3个师傅真的是不按照套路出牌呀！不过遇到我这种天下无敌的监控维修技术，这种雕虫小技岂能难得倒我？以为200块钱又到手了，没想到，但是他们工作人员和我说，他们好不容易把这些监控线给剪断了，你居然把它给接回去了，让我把它给剪了。好了，本期就到此结束，下一期是刘鹏这边的4个监控维护。大伙别误会啊，这个不是小偷，这个是我姐夫，他触发了我的监控警戒区域，
原本打算这期是做网络视频的，但是前段时间我们这里发生了命案。大家就抓贼呀，抓贼呀！听到就是那他们在上面打斗啊。3名小偷凌晨4、5点的时候，和业主在房间里面拿着刀互砍，造成了1个小偷死亡，业主受伤，2个小偷跑路。业主当时回忆说，他们凌晨准备出摊卖早餐的时候，发现有3个戴着口罩的陌生人，于是他留了一个心眼，他把老婆送到市场上面卖早餐，就直接回来一看，他们家都是亮的，然后3个小偷都带着刀，就发生了冲突。我们这里经常遭到小偷的光顾，只不过这次实在是太严重了，为了安全，所以我不得不回去给自己家里装一个警戒监控雷行。我选择装在电梯底下，是因为我们电梯需要刷卡才能使用，外来人只能走楼梯，所以这个位置看着楼梯刚刚好。由于墙面都是瓷砖，我这边选择了手电钻加瓷砖的钻头，要是冲击钻打孔的话，整个瓷砖会直接裂开的。孔打完了，我这边就直接装上监控了。当初光纤入库的时候，我让宽带小哥给我多拉了一条网线，原本以为用不上了，现在正好用在监控上面。这里我需要从弱电井里面钻一个孔出来，孔钻好后，我就把网线比下长度。我这里打算用网线的4芯，另外4芯就当成电源线使用。虽说这个监控可以连接 WiFi， 但是网线传输可比 WiFi 稳多了。这里我给它插上去供网供电后，我让这个牌子的 APP 扫它的二维码，就可以添加到我手机上了。我这里选择了人形侦测报警，这里有很多语音，您已进入监控区域，也可以自定义语音，我就不一一演示了，我就选择这个声音吧。您已进入监控区域。好了，出去试一下吧。后面我手机一直给我推测消息，说我布防的区域有人入侵了。奇怪呀，我这个小区入住率本来就低，对面也没有人装修入住，正常的业主都是坐电梯的，哪来的人触发？莫不是拍到小偷不成？结果我调取监控一看，没有撤退可言。我太难了。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这群小孩看到这个监控，貌似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一天给我触发几10遍，实在没辙了，我就选择了区域布防，就是在我的门位置才能触发报警，这样正常上下楼的人就不会触发警报了。好了，给大伙看的效果吧。如果要是有人碰我家的门的话，就像开头这样，它会闪灯警告并推送到我手机上。好了，希望这个监控会给小偷带来极大的震慑。